一痛，二痛，何人进宫？有人生没人养的。是。来俩人，给我拖出去杀了。三痛。 大半夜的敲什么敲？要不要睡觉？谁是陆彦珠？我是。吴越军律，鼓响三痛，阵列不齐，当如何处置啊？ 鼓响一痛而有人不至，关左帐20；鼓响二痛而兵甲不全，对关以上帐100；鼓响三痛而阵列不齐，全军皆斩。我胆子小，见不得血。第一天上任便不杀人了。 全军杖40，醒醒！你们惹得起的，别过来！会啊！郑神奴，服军法。同袍们，都给我听仔细了！我叫钱弘柱，吴越武肃王之孙，文穆王之子，当今大王的亲弟。江东南面行营官军容使，受行营都招讨，仰太尉军令。自今日起，暂代中顺都指挥使之职。今日以前的事，我一概不管；今日之后的事，我一概要管。吃饭要管，睡觉要管，拉屎要管，走路要管，歇息要管，生要管，死更要管。总之，你们能想得到的，便没有我不能管的。方才你说我有人生没人养的，你说要删了谁？删了我。这2个人多杖20。是。我是钱王生的，也是钱王养的。我生的儿子闺女，也都是钱王子孙。你们若是敢伤了我，要夷3族的。我若是打杀了你们，打对了有赏，打错了无非是跪跪祖先堂。自今日起，我
便是你们的都头。我想不通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子早就念叨过了，什么先王后王，老钱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哎呀，你就别在那里聒噪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要不是鹿头在这拦着，我管他什么亲卫都，全给他们宰了！放你娘的狗屁！挨打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个？你闭嘴吧！闭上你的嘴！哎，快点儿！一通，动作快点儿！还想挨板子吗？快走，就你们屁股疼！快！二通，快点儿！就你们屁股疼！三通，找了，成立！看什么呢？别看了，站住！酒喝多了，都忘了兵该如何当了吗？啊！兵告都头，周顺度成立。恭候都头再令。末将指挥副使卢彦柱。算了，懒得与你们这帮混账置气。饭食已备，开动吧！别动，回去。站好了，左队第一使出令，站直了。别站，站成排，军所，坐。右队第一师出令，快点儿，站成排，军所，坐。左队第二师出令，动作快点儿，军所，坐。右队第二师出令，左队第三师出令，军所坐。右队第三师出令，军所坐。都头，一波。弄！开吃！让个位子。不爱吃鱼头？爱吃，吃。
吃。不用，我也不爱吃。自今日起，忠顺都再也不是鱼头。郎君，陆彦珠求见。叫他报名贵进。诺。忠顺都指挥副使陆彦珠，请见都头。较劲。末将陆彦珠参见都头。这个月军时差了214升，历前短了1200文。是。换酒喝了？是。你自家也喝不下这么多酒吧？在册兵额87人，实有兵额61人，空额26人。是。谁吃了？刘建通，还是你？末将生性好酒，但是空额确实不敢。末将犯的是死罪，单月受罚，只求都头日后善待忠顺都这帮弟兄。我说过，之前的事我一概不管，之后的事我一概要管。此刀名叫余稳，是杨行密赠予我祖父的。祖父赐给了我父亲，我父亲又赐给了我。当年董昌被俘，押往钱塘，祖父念及旧情，于途中驿站相候，老友相见，不胜唏嘘。祖父将此刀递给董昌。7年结拜，生死相托。此刀是英雄所赠，当得起兄长的身份，也当得起兄弟的旧义。董昌以此刀自尽，祖父伤心寄怀，就此封了此刀。这些年来，这柄刀落在我手上，自今日起，将就戒了。此刀赠与你，但你若是破了戒，刀和命都还给我。我将陆彦珠遵命。1、2、3，1、2、让开！让开！别推了！让开！车上有草绳子，一人一个，往地上铺。滚！你说什么？把沟壑填平了，便有路可走。我的兵是正兵。什么？这是府兵办的差事，正兵不填沟壑。好，老子给你们填。来，让开！1、2、3，
陆彦初，在，去拿草毡子。诺，第二个伞都是死人吗？走。中顺都，田公恒，你们这些没用的傻鸟，把草毡子往前运。你他娘的说什么？有种再说一遍啊！后面的废物都听着，把草毡子往前运，我们给你们点沟壑。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冻死！来，放上它。对，来一个。我老军，那里是什么人啊？正兵的上官们，把他们叫过来。好。田必友，九郎君叫你过去。小人右执第一都军需虞候田必友，见过九郎君。小人有眼无珠，没认出九郎君。九郎君恕罪。是我眼花了吗？如此大雨，那个棚子里走水了。我们右执一都的几位上官在棚里歇脚，烧口热汤喝。那他们呢？都是些下贱的填好府兵，郎君不必理会，且随我入内，小人亲自为您奉汤。下贱的填好府兵，是，郎君不必在意他们，不过是淋些雨，死不了人的，容他们在外头歇息，不用去给骑兵的马蹄子当肉垫子，已经是他们的造化了。郎君且安心随我入内便是。跪下。啊！郎君命你跪下！跪下！耳朵聋了吗？不是，小人失礼了。我没什么气力，你们俩莫让他动弹。郎君，小人知罪了，小人冲撞了郎君。你冲撞我，倒也无妨。可你千万要记住了，若是没有我们这样下贱的府兵，就不会有战时军中的辎重粮草。下贱的不是人，是你的心。你命好，我不杀你，留你一命，去上阵杀敌。多谢郎君不下去，多谢郎君不下去。哎，九郎君，郎君，九郎君，
帅，九郎，你别动，快躺下。听说你发热了，身子受了湿寒，须得好生将养啊。大军登船了吗？旋风、前军、中军都已经走了，后军也走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，再有一夜光景，便也起行了。大帅不能离开中军，请大帅登船。到底怎么了？浙江和东阳江水位暴涨，寿昌渠决堤，后面的粮船过不来，大军的粮道断了。右直三都时有兵额正兵1260员，日需粮米53斛。弓箭三都时有兵额正兵1236员，府兵3628员，战马2628匹，驮马走骡1886匹，日需粮米188斛，豆料753斛，都记下了。日需粮米和豆料共计几何？日需粮米1534斛，豆料1597斛。郎君，好些了。随军转运粮米总数29372斛。豆料稍多些，将不足4万斛。可算起来，也就够大军18、19日使用啊。能撑到下个月初10。我这算了许多遍，最多也就10余日，军中便要断粮。你这个下个月初10是如何算出来的？军中还有9492匹大牲口，除去2740匹战马不能动，还余6752匹驮马走骡。这一匹大牲口按600斤算，至少能出300斤的肉。按1员正兵1日所需3斤肉，1员府兵1日所需1斤肉耗算，能撑20余日。将驮马和走骡全部宰杀，大军班师的粮秣辎重如何遣阅？此战若是胜了，大军可坐船自海路班师；若失败了，自然也用不上。就算能撑到下个月初10，这战事就能了结吗？若是下个月初10，海上风浪依旧不静，珠江水情依然不能行船，那便是天数使然。天数使然。我在汴梁做了几个月监牢，想了许多事。那个时候，我最恨的便是这不讲理的天数。若真如你说天数使然，你我一句非战之罪，说来简单，可深入闽境的3、4万将士，有多少要埋骨他乡，又有多少能活着回来？到那个时候，从长乐府到永贞，再到宁德，又或者是从西溪渡到漂溪渡，这120里的道路上，要聚集多少冤魂，多少枯骨啊！
那是郎君见得少了。是啊，确实我见得少。自幼锦衣玉食，何曾识得半分人间疾苦？只是这里是吴越，不是中原。沈兄，你就不要随我去永嘉盐场了，你随船回转军前，待我将这封书函转呈于2位太尉。这是沈兄的官凭。我已在书函中向2位太尉禀明此事，沈兄凭此官凭，可在军前代行官军容使和提举公事司之权。郎君是要将提举公事司设到军前去？情势有变，如今随军粮资调动诸事，皆在军前。温州这里什么都做不了，若还将提举公事司设在这儿，那便不合适了。可郎君的身子眼见大好，可亲自赴军前调度诸事，无需假手于沈某。我要留在温州，6州都转运司也要留在温州。郎君想要做什么？天数无常，但我想尽尽人事。温州或可解大军断粮危机。既如此，提举公事司属务，沈某可代为之。然则官军容使之权，乃大王。我信得过沈兄。沈某必不负郎君所托。与东南行营的联络还没恢复吗？启奏大王，水路不通，相府已经先后派出4拨信使，2拨派往军中，2拨发往温州。只是连日秋雨，州县道路多有冲毁，泥泞难行。若待回书，尚需10日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大王既以专捆之权，收养人权，水丘招劝而降。彼等自当戮力用命，军中之事，大王无需忧思过深。都灵公以为呢？将不从忠义，君不从忠志。胡令公所言乃是兵家正理。2位令公说的是。诸卿若无他奏，今日之朝便散了。大王，台州之事，大王委臣处置。如今因秋汛大雨耽搁了10日，误了差遣，是臣疏忽轻慢，有愧之手，还请大王治罪。遭大雨毁路，迁延迟误的有岂止1事啊！秋汛过后，卿可有成算？臣已筹划妥当，只待秋汛一止，1个月内，臣必当办理妥当。如此，卿有劳了。这些日子，孤忧心东南行营战事，分心乏术，请多担待些。臣乃大王亲简，敢不效死命。
下官全知温州军府事欧阳宽率阙税使孙玉、营田使张威、永嘉令王翦拜见司空。诸君免礼，看座。下官等月前便接到了中书的札子，知晓司空要驻节温州，早早也做了些准备，却是不知具体日期，故此未能迎候司空，实在是失礼的紧。哈，万望司空恕罪。哎，与诸君无干，是我来的仓促孟浪。大王命我为东南行营官军容使，全6州转运使。现下有一桩紧要政务，还望诸君能戮力相助。司空尽管吩咐，下官等必当竭力报效。我等必当竭力报效。秋汛猛急，洪水泛滥，断了大军粮道，前线将士斩头沥血，总不能饿着肚子去杀敌吧？如今急需筹措10万斛粮秣运往军前，还望诸君能助我呀。司空恕罪。温州治下有长平仓1座，现仓4座。1个月前刚将收上来的秋税借往西府，所余仓储也于10日之前借往军前。如今州县上下只余下备给口粮，不足500斛。下官今日回去便命辽属，将粮食装车送来转运司，报效于司空。500斛，1州之地，何以如此窘迫？好叫崔继义知晓。秋粮借都之后，温州各处粮仓尚有余粮78000斛，据已于7日之前借予6州都转运司。啊！此事乃是卑职经手，这是都转运司的回执，上面有崔继仪的亲笔签押，请司空与继仪过目。78000斛，这却要从何说起？崔继仪此言何意啊？崔某从未见过这78000斛粮食，更不曾据闻回执啊！不曾啊！崔继仪，此事乃是王某经手，这回执也是继仪当日当面交予王某的。继仪何敢当着司空与诸位上官的面打诳语？明明并无此事。78000斛粮食，那是一座米山，崔某何敢轻忽？7日之前，贵县确实借来了一批粮食，却是只有1800斛，哪来的78000斛啊？崔继仪，难道这回执上的签押是假的？这签押，将这个贪墨军粮的贼子给我拿下，收押。卑职真的不曾见过。这崔继义得罪了，未曾见过。是不是有些太容易了些？怕了？倒不是害怕，只是觉得这9郎君未免太轻信了些。那回执既是真的，他为何不信？如此冒信人言，这位郎君未免也太草包了些。久闻这位豫章郎君的大名了。无论他是真信还是假信，铁证如山。
本官倒要看看这位在中原汴梁首任节帅的少年英雄，到底有几分斤两。都头，守在门外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，郎君。郎君，粮食呢？下官真的未曾见过那粮食。这不是粮食吗？如此阵仗，便吃不下饭了。卑职真的未曾见过。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温州的这批官已经要不得了。郎君，知道他们在说话。那不然呢？坐。那可是78000斛粮食，眨眨眼睛，便消失无踪影了吗？温州的这帮城狐射鼠有几分能耐，我不清楚。可你崔子谦有几分能耐，我自问还是知道的。郎君知道，下官是个谨慎的人，7、8万斛的粮食，如许大的数目，以郎君的仔细，势必要亲身验看核准。未得郎君允准，下官岂敢擅自在回执上签下落笔？不敢。然而，回执上却是下官的亲笔，难道转运司里有内鬼？他们敢如此大胆，想必是有恃无恐，手脚做得细密。即便去查，一时间也未必能查得出来。若是神官可在，便是好了。这些龌龊下作的虚礼手段，瞒过郎君和下官容易，瞒过沈兄却是不易。沈兄有沈兄的法子，我有我的法子。郎君如何布置？下官谨奉君命，纵是粉身碎骨，下官也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既知道是鬼域伎俩，还查他作甚？做甚？他们是如何做的手脚，这都不重要。方才你说过的一句话，才是紧要之处。你说，那可是78000斛粮食，是一座米山啊！可这么大一座山，他们会搬去哪儿呢？参之一字害人呐！张卫的诗皆不入我目，唯有一首却深得我心。世人结交需黄金，黄金不多交不深。纵令然诺暂相许，终是悠悠行路稀。钱是个好东西，你说呢？一州治所之内，米店关张停对，民人连有饥色，这说明什么？温州缺粮。我问的是，为何缺粮？民间的粮都让官府征走了。台州之事，你也算是亲历者。先征后粮，田土兼并，这是何等恶政！可你见到有米店关张停对吗？也是，便是台州，民间也还是有粮的。可温州这里，不仅民间没有粮，连官仓
也只有500户存粮。难不成这些粮食长了翅膀自己飞走了？不能飞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这手脚是7日之前做的，在没有拿到你的亲笔回旨之前，他们敢将这些粮运出温州吗？断然是不敢的。那拿到回执之后，敢运了，但运得出去吗？运不出去。连日大雨，水路断绝，再加上海风肆虐，军粮都运不过来，他们自然也运不出去啊。粮食还在温州，会藏在哪儿呢？粮食受了朝会没变，因此存粮的地方必须干燥通风，而且不能有虫害和老鼠。这么多粮食，寻常的米店、粮仓根本存放不下。温州左近能存下这么多粮食的所在，有2处，一处是官府的昌平仓，另一处博弈坞的战仓。正是。子谦，辛苦一趟，走一遭玉环山水寨。水师罗胜，我要借兵。九郎军想借用多少兵马？郎军想调用水师步战都。什么人？这许多间店铺仓储，怕是要等明日天亮了再来搜检。等不到明日了。提举方在哪？那边。带路，走。原来是老相识啊！尔等竟敢趁夜进来博弈坞，无月不是中原，若不当上匹夫，肆意妄为。全知温州欧阳公在此，尔等谁敢无礼？欧阳宽和王翦到了，请他们2人进来。传九郎军军命，请欧阳明府与王县令入内叙话。2位贵官，九郎军在内候着2位。九郎君，这什么意思？欧阳宽，你这是与我说话呢？下官温州知州欧阳宽，见过司空。跪下。本官是吴越的知州，不是你九郎家的奴婢。
国家宗旨，何以无故折辱大臣？郎君，他毕竟是光明封主的封疆之者。那这样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若如实回答，今夜或可免你一死。你。 程昭月给了你多少钱？本官听不懂司空在说些什么。那你知道吗？也不知道。崔继义，下官在。那就。 去山岳社专处，去看一看。诺。坐下。拉开。 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弄了这许多粮食，便是撑破肚皮，你自家也吃不下吧？那自然要拿出去卖了。这吴越国中，能买得起这许多粮食的买家，确实也不多。温州博弈物里，这样的买家，就只有一家。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拿了多少钱财，值得把自家性命都搭进去？郎君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都找到了。司空，下官交代，下官都交代。没机会了，拖出去。 行军法，斩！司空，下官都交代。司空，本官之事。司空，你不能杀了本官！司空。自永德江入青田溪，经西溪、飘溪、长溪。 在宁德登岸装车，直送军前，务必在本月初9日前拿到提举公事司神管沟的会旨。若误了日子，郎君军法森严，仔细你的脑袋。是。郎君，不只有7万8千斛官粮，在山岳社的战仓里。 还堆放着4个县米行收来的私粮，约有12万1236斛，够整个东南行营4万大军吃上半年有余。将士们是够吃了，可这里的人呢？没了这20万斛粮米，王兄又靠什么去料理台州的烂摊子？事情总要一桩一桩的去做，千头万绪。 总要有个轻重缓急。是，总还是要做事的。我这便以东南行营关军容使的名义出个札子，由子谦兄全提点温州军府公事。今日你便接管温州州署。郎君，下官不过是县里学官的底子，一州之政繁难从错。 恐非下官所能胜任啊！其一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我这个关军容使，无权越过相府和行营任用州官。待得与王都通了道路信息，他们自然会选新的知州过来。其二，如今前方在交战，
温州乃是六州都转运司所在，不能没有总揽州政之人。其三，本地的官我信不过。我信得过的，王兄和相府信得过的，皆不在此处。相较之下，我宁愿信你。有2件事，你要牢记。第一，我不管你爱不爱钱，都不许于此时此处伸手。第二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或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法子，温州4县之内，绝不许饿死1人。否则，我能砍掉一个知州的脑袋，你的脑袋，我想砍就能砍。下官定不负郎君所托。不请王命，擅杀知州，这九郎的胆子何时变得如此大了？事急从权罢了。不杀欧阳宽，何以震慑温州上下管理辽族啊？倘若这些人在背后弄鬼作妖，行营这3、4万大军，不用接战，就已经军心浮动了，那这一仗也就不用打了。等打完了仗，这些事情自有大王和相公们善后。眼下这情形，福州城内外这根弦怕是绷得差不多了。军师已足，迟则生变，当战则战。御史台的。各州县受灾的情形不一，臣与正臣相公粗粗筹算了一番，来年至少有21个县要捐免钱粮，加上新岁兴大兵之耗费，明年的预算从账面上怕是不大好看。九郎君自永嘉盐场给相府来了2封书信，请留粮米5万斛，以解温州诸县粮荒。臣与明远商议了一番，算上先前6州都转运司运往东南行营的粮草，军中已有将近1岁之粮，军食充盈。九郎君之请，可以允之。都是参合九郎跋扈、专权擅杀的，议吧。其实时机紧急，东南行营大军断粮在即，九南军夺知州之权，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。事关军务，还是得听一听养公和水秋公的说法。只是
欧阳宽毕竟是大王亲授的一方治民官，便是东南行营的2位帅臣，不请王教，亦不得加以行诛。九南军此举，确有擅权之嫌了。那是益州知州啊，不请教命，不经司法，说杀便杀。就是老王开国以来，何曾有过如此恣意跋扈的王子啊？如今不是有一个了？儿子，我是想不通，九郎君自幼便有顽劣之名，荒唐胡闹有份，从来与朝堂政事无干。此番从政，挂了一个官军容使的名分，也不过是想借助他的宗室之身，往日后遥领外郡，有个名义上的凭借。何尝有让他恣意逞张、拳打脚踢的意思？他再如此妄为无度，落在中书相公的眼里，无非是跋扈2字罢了。可要是落在大王的眼睛里，却是天大的忌讳。这种明白浅显的道理，这位九郎难道他不懂吗？你懂吗？啊？你懂道理吗？你说的那些道理，都是死一人的道理，顶多也就是灭一家的道理。这是打仗，傻儿子，不是死一人一家，灭一门一族，死万人灭百族，亡一国的买卖。这是打仗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。连日大雨，河道水患，粮秣断绝，数万大军孤悬敌境，随时有覆灭之危。要凑出20万斛粮食运抵军前，地方官不准提调，前沿车轴，哪有那许多时间慢吞吞打笔墨官司？军国大事当前，万事皆得从权。国公也是老军务了，这样的道理，难道不懂？吴正臣，老夫何尝说过九南军不该权宜？老夫要说的是，他不该擅自杀人啊！那往后帅臣们一个个有样学样，每逢出征便杀几个蜘蛛县令来祭旗，那这天下还要法度何用？再有，大王，以都转运司纪一文字掌益州之政，臣亦以为不妥。数县的钱粮刑狱、官吏咸鱼、民生政务，岂是一个小小的纪一文字所能为之？朝廷用人，任官有法度，有臣力，还有故事，岂得任意胡为啊？凌渊以为呢？欧阳宽之事，东南行营也好，九郎军也罢，尚无详实禀奏，其中内情尚不明白。臣此刻胸中亦无评断。不过国公方才有一句话，说的却是对的：知州之人，非借机宜堪以承当。大军征战可以权宜，然则朝廷用人任官。温州乃6州专营司所在，干系东南行营良资供给，如何权宜不得？郑成功，九郎军任机宜为知州，乃是因大禹城在道路不通，与中书音讯隔绝之故，虽然不妥当，却是非常之时的不得已之为。如今雨停了，粮道也通了，人事全选，
还是要依法度，守城吏，巡故事。大王，此事绝非寻常权政。如今大战方汉，大军粮秣调转，事务繁剧，全在九郎一人肩上。若是罢了崔某的知州，就等于当众打了九郎军的脸面。臣恐温州上下官佐闻知此事，会以为朝廷失了对九郎的信任，会更加蛮汉欺上，阳奉阴违。若是误了东南行营的良资，是要出大事的。明月以为吴相公说的有道理吗？郑成功所言极是，故臣以为，当明法教民，罢崔某，全体点温州军府使差遣，擢为临海令，仍留任都转运司，记以文字。待战事终了，再赴台州履任。此外，善则守臣，全知温州，兼领6州都转运司副使之职。新任温州知州无论是谁，话都要提前说明白。温州此事最大的政务，便是军务。温州与东南行营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这才是真正的治国之言。诸公所言，皆是正理，都是谋国之言。便依袁学士所奏。谢大王，臣奉教。8品升7品，恭喜子谦了。临海市富国县，不是7品，是6品。哦，全赖郎君提拔，人纪当竭力报效。那更要恭喜了，只是眼下，你还走不得。下官自然行得。长乐府那边战事方悍，转运司这里事务纷繁，千头万绪。崔某纵是再不成人，也不能于此时弃郎君而去。说来惭愧，下官读了这些年圣贤书，临到办事才知道，伐国不与谋书生。在郎君幕府这些日子里，于治政用事，实在不及沈兄于万一，却侥幸得了这样一个大便宜，越过了沈兄去。人纪心里有些不安啊。倒也不必不安，沈兄是国士，他不在意这些。谢郎君。这就是，就这么干看着，真不去帮忙，操什么心？只会打过去的那些事。陆远珠，你若再不上阵，我便一剑剐了你！广公，你就是把我们这些人都碎剐了，小人们也不敢违了都头的将令。临行之时，都头交代的明白，小人们的这趟差遣就是保护管沟的安全。您身上但凡掉了一根毫毛，哎呀，我们这些人脑袋都得跟着搬家呀！听你家都头的，管个屁用！听他的，这一架能打得赢吗？你没看见我们的水师叫贼人堵在了滩头吗？敌人全都披了甲，
我们的人都没披甲，要上了岸才能披。水师若是上不得岸，这一战怎么打都是输。一旦水师上了岸，我们才胜券在握。带着你的人往那里冲，只要引得敌人的甲士回兵，我便记你一大功。哎呀，不是我们不想打呀，立战功谁不想呀？但是违了都头的将令，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没了，天大的功劳也没处消遣去，是吧？尔等若是再不上阵，我即刻自降。本官的命没了，尔等的命和一家老小的命也全都难保，还不快去！管公，你不要逼我们，绑了！真当本官不敢吗？尔等若是对本官无礼，本官便嚼了舌头给尔等看。此刻若是上阵者，无论有无杀敌，本官皆按2颗手机给尔等上报军功。胆敢怯战者，砍了头颅挂到辕门之外，一家老小皆发配于虚名为奴。小二马三，好，保护好管公。周慎都，到，随我击敌。是。哎呀，我不用你们管，你们快去，快去呀！哎呀，别去了，走吧。王兄，杨太尉和水秋公自长乐府发回了捷报，白霞堡大捷还附了秦公的名册。九郎，确实九郎。他不是在永嘉盐场吗？何时跑去阵前了？九郎一直在永嘉盐场，并未曾去的阵前。那这斩首70级，如何来的？依着阿翁时候定下的规矩，一都兵士若是斩首10级，则都头的军功折半计算。九郎虽未曾去的阵前，却兼着忠顺都的都头，即使报了斩首70级，便是忠顺都斩首140级的意思。这军功啊，未免也来得忒容易了些。其实大家都明白，说是军功，却是军中的诸将抬举九郎，当不得真。不过，这话说回来了，军中诸将肯分润功劳给他，可见九郎这段日子做得不差。否则，这些囚拔都是厮杀汉子，功劳都是拿身体和性命换来的，干练着官爵和赏钱。他若是不待见你，管你是九郎还是十郎，一分功劳都未必肯分于你。温州知州的人选议定了没有？吴相公和袁大参见了同一人，但国公那边却有些异议，一时争执不下。他们见的谁呀？沈温琪。卢辛苦啊！吃饱饭早歇息啊！卢辛苦啊！早歇息啊！早歇息。早歇息。早歇息啊！劳烦盛仙儿。别好了。来，劳烦盛仙儿，多谢盛仙儿。卢辛苦，卢辛苦。来，多谢盛仙儿。吃饱饭，早歇歇。来，多谢盛仙儿。罪臣沈文琪见过七郎君。当朝名士来挖湖泥，难为是君。太湖渔高，祸患连年，辽前都的将士们3代人都在挖湖泥，日日如此辛劳，也不见有什么难为的。颜念君子，温其如玉，难怪大哥当年看重于你。大郎君可还安康？大哥受王命居府读书，
3、4年不曾走马劳动，无病无灾，倒是胖了有10几斤。日子可是比你过得舒服多了。既如此，还望郎君代慎某向大郎君问安。不忘故主，君子之志节。然则你自家尚且身处嫌疑之地，罪责未免，总该稍稍在意些。若是叫有心之人能够在大王面前奏你一本，即使王兄圣明，不至于因此厌弃了你，总是免不得麻烦。郎君此番是专为慎某而来。大王有教，慎温琪跪听。罪臣慎温琪，恭领王教。辽遣都慎温琪财运六韬，小通经史，先王在日，颇多褒誉，可又补缺内供奉，全知温州军府事，亲服于命，毅力乃成。罪臣慎温琪，参见大王。这几年在太湖边上吃了不少苦头吧？日出而作，日暮而息，修堤坝，挖湖泥，每餐1碗老米饭，臣是文官还能多上1条鱼。无政务之烦难，无案牍之劳形，每日里为儿郎们写家书，教他们识些文字。陶渊明采菊南山，日子也不过如此了。这是马院姑闲置了他们。罪臣不怨大王。是不怨，还是不敢怨？臣入仕是为了做事，在杭州是做事，在太湖也是做事，在内衙军是做事，在辽遣都也是做事。只要有事可做，罪臣便于愿已足，没什么可怨的。哼，你倒是名士风范，倒是姑有些小家子气了。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温州的事儿你都知道多少？欧阳宽贪比不能事物，量狭不能容人。在王都为供奉，方可借其才而避其短；为州县亲民官，则必坏大政，苦一方之民生。九郎君以雷霆手段诛之，不为讥讽，不避嫌疑，行政治事已有大郎君当年之风。你说九郎不避嫌疑，你如此大咧咧的在姑面前提及大哥，便不该少避嫌疑了。臣在大郎君幕府有年，深知其人并无非分之妄，当年之事事出有因，行格事尽，大王不得已而为之。拨逆反正乃迟早之事，此事大王心知之，臣亦心知之，又何来嫌疑可避？人言水秀公玉卿，国中2君子，此言不虚。水丘公国家宗器，社稷柱石，臣不敢与之并言。此去温州，卿当主武帝，
一臂之力。臣必鞠躬尽瘁，恪尽所至。